你是不是也觉得让父母在家歇着，啥都不用管，就是最大的孝顺？或者总催他们别动了，我来，觉得让老人闲着才是享福。其实啊，这种什么都帮着做的孝顺，可能正在一点点废掉他们的大脑。脑子这东西跟肌肉一样，不用就萎缩，一闲下来就开始下岗退化。别以为老年失智是老了自然就会发生的事，权威医学期刊《柳叶刀》明确指出，将近一半的老年失智其实都是平时生活习惯没注意，自己一点点折腾出来的。下面这10个坏习惯，很多老人天天都在做，每一个都在偷偷吃掉脑细胞，赶紧对照自查。第一个，耳朵背了，死撑着，就是不肯戴助听器。你想想看，多少家庭聚会里，老人因为听不清儿女说话，只能一个人坐在沙发角落里尴尬的陪笑。久而久之，他们也不爱合群了，不爱开口了，慢慢把自己说成了一个孤岛。真正麻烦的是，耳朵不只是用来听声音的，它是大脑最重要的信号接收器之一。听力一旦变差，大脑大片区域就会因为收不到声音信号而长期闲置，脑细胞没事干就会成片萎缩，连带着拖垮负责记忆和语言的核心区域。研究数据显示，听力每下降10分贝，失智风险就会增加大约 20%。耳朵听不见，大脑就下岗。听力下降了，千万别觉得无所谓，及时去配一副合适的助听器，这不是乱花钱，这是在帮脑细胞重新找回工作。第二个，凡事都让儿女包办，自己彻底歇手不动。很多孝顺的儿女一回到家就抢着干活，做饭不让插手，扫地赶紧夺过扫帚，就连去超市买菜算账都全包了。听起来挺暖心，但问题就出在这里。做饭、洗碗、自己算账，这些看似琐碎的家务，其实是天然的脑力锻炼。你看，做一顿饭要先想好买什么菜，切菜需要手眼配合，炒菜要控制火候和调料，这整个过程需要大脑多个区域同时高效运转。如果这些全被儿女替代了，老人每天只需要坐等吃饭，大脑就会彻底无事可做。神经通路因为太闲而生锈萎缩，用进废退，脑子不练就退化。所以别再剥夺父母动手的权利了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，多鼓励他们自己买菜、自己算账、自己做饭，这才是帮他们守住记忆的真正方式。第三个，舍不得倒剩菜，顿顿白粥配咸菜。很多老人的厨房里，剩菜剩饭是主角，早上热昨晚的剩菜，中午吃早上的剩饭，一锅菜能撑3天，长了毛变了味也舍不得倒，烫一烫继续上桌。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反复加热的隔夜菜不仅营养全无，里面积累的亚硝酸盐还会伤害血管，让全身血管变硬变脆。大脑是一个极挑剔、极注重营养的器官，它最需要新鲜的优质蛋白和好油，比如鱼肉、蛋类、坚果和新鲜蔬菜。如果天天白粥配咸菜，大脑长期处于营养饥饿的状态，脑细胞得不到基本的能量滋养，怎么可能不退化？省下的是剩菜钱，伤到的是血管和脑子，这笔账怎么算都亏大了。第四个，退休之后啥新东西都不愿意碰。有些老人觉得自己年纪大了，记性差了，不愿意摸智能手机，出门不看导航，只走老路，遇到新鲜事物就躲得远远的，嘴上总挂着一句我都这把年纪了，学那玩意干啥？其实啊，学习新东西是大脑生长的催化剂。当你去琢磨怎么用微信发语音，怎么用手机坐地铁，怎么记一条新路线的时候，脑子里就会像植物抽新芽一样，建立起全新的神经元连接。如果不愿意动脑，一辈子只走熟悉的路，只和熟悉的人说同样的话，大脑就会像一潭死水，慢慢干涸。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大脑天天长新路，遇到新工具、新事物，别害怕，多去琢磨琢磨，大脑才会一直保持年轻和活力。第五个，能躺绝不坐，能坐绝不站，一整天不动弹。现在很多老人吃完饭就往沙发上一躺，或者坐在椅子上盯着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。其实久坐不动会让脑部血液循环极度减缓，血流慢了，大脑得到的氧气和营养就少，负责记忆的核心区域海马体会以双倍速度萎缩。数据显示，每天坐着超过8小时的人，认知能力下降的速度是经常活动的人的2倍。屁股太沉，脑子就慢。每天吃完饭，哪怕只是在客厅走一走，或者出门散步半小时，让血液流动起来，大脑才有源源不断的能量供应。第六个，长期把自己关在家里，不爱跟人说话。
有的老人因为老伴不在了，或者儿女平时工作忙，天天一个人闷在家里，几天都不和外人说上一句话。其实说话和社交是大脑最复杂的高级体操。你想想看，当你想跟人聊天的时候，不仅要听懂对方在说什么，还要在脑子里组织语言，配合表情，调动过去几十年的记忆。这需要大脑多个区域在0点几秒内完成协作，不跟人交流，脑子退化得非常快。研究发现，长期不社交的老人，脑力衰退的速度比经常社交的老人快70%。说话是脑子最好的免费补药，哪怕去菜市场和摊主聊两句，跟邻居打个招呼，下楼和老朋友下盘棋，都是在激活大脑细胞。第7个，高血压测出来了，不头晕就不吃药。很多老人觉得只要自己不头晕不头疼，就不用管那个血压数字，甚至觉得药吃多了伤身，能省则省。真正麻烦的是，高血压对脑血管的伤害是悄无声息的。血压长期偏高，脑子里那些细小的微血管就会在压力下一点点渗血，梗死。这些微小的病变平时看不出来，但会在脑子里慢慢积累。等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记性不好了，手脚不听使唤了，脑血管其实已经悄悄受伤好几年了。数据显示，65岁以上的老人如果把血压稳定控制在合理范围内，失智风险能降低大约 30%。 指标不稳，血管遭罪，最后吃亏的是自己的记性。一定要遵医嘱，按时吃药，别拿自己的脑子赌运气。第8个，血糖高了不当回事，饮食照旧不控制。血糖如果长期像坐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，会让脑血管加速老化和硬化，阻碍大脑的营养供应。不仅如此，高血糖还会引发脑内的胰岛素抵抗，让脑细胞无法正常吸收能量。就好比明明食物就在眼前，但脑细胞却硬生生被饿死了。控好血糖就是在保住大脑的高速公路畅通无阻。平时少吃高糖和精细主食，多吃粗粮，把血糖稳住，这就是给大脑最实在的保护。第9个，睡太少或者睡太多都觉得无所谓。有的老人觉得年纪大了脚少，每天只睡3-4个小时，白天也不补。也有老人天天躺着，一天能睡10几个小时。其实睡太少，大脑就没有时间清理垃圾。我们睡觉的时候，脑脊液会在脑子里像洗衣机一样清扫白天积累的有害废物，其中包括一些会引发脑部病变的有害蛋白。睡不够，垃圾排不出去，就会在脑内积聚，堵塞神经通路。而睡得太久，每天超过9小时，往往不是身体好，而是脑部血管退化、慢性缺氧在向你发出的预警信号。睡多睡少都折寿，每天保持6到8小时的高质量睡眠，脑细胞才能好好工作。第10个，长期闷闷不乐，觉得人老了，情绪低落很正常。很多老人遇到事总往坏处想，天天叹气，儿女可能觉得这只是脾气问题，没当回事。但其实心里长期憋屈的时候，脑子里会分泌一种叫皮质醇的坏物质，它会直接伤害大脑的记忆区域。长期泡在这种坏情绪里，脑部神经元会被慢慢毒害。研究显示，老年抑郁症患者转为失智的风险是普通人的2到3倍。心情不好不是性格古怪，是脑子在发出求救信号。多关注父母的情绪状态，别让他们把难受憋在心里，心情舒畅，脑子才会好使。说了这么多坏习惯，平时到底怎么锻炼大脑？这里教大家3个超级简单的小动作，每天花3分钟做一做，就能让大脑重新活跃起来。第1个，每天尝试用非惯用手刷牙。如果你平时习惯用右手，突然换成左手，大脑就需要重新建立控制肌肉的神经连接，能极大的刺激平时用不到的脑区。第2个，每天从100倒数到1。这个过程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，能很好的锻炼大脑的逻辑和专注能力。第3个，双手交叉手指操，2手掌心相对，手指交叉，然后依次用左手拇指碰右手食指，左手食指碰右手中指，如此循环。手是大脑的延伸，多活动手指就是直接给大脑做按摩。每天动动手，脑子不生锈。你看，预防老年失智真不需要花大钱买那些神乎其神的保健品，诀窍全藏在这些日常小习惯里。想想看，如果现在不舍得花小钱配副助听器，不舍得每天拿出半小时去散个步，等到有一天父母真的找不到回家的路，连亲人的名字都叫不出来，全家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？生活里每一项图省事图享福的选择，
如果用错了地方，最后都会变成大脑的账单。把这个视频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，别光让父母自己看，做儿女的也要对照一下。从今天开始，带父母出去走上30分钟，多听他们唠唠嗑，鼓励他们自己动手做饭。觉得有用就点个赞，订阅频道，把这份健康送给更多需要的人。